今天师傅让我气的手指头。咋了？我这家传的老银元，100万级别的东西，他差点要活给我烧了。哇塞，你这个银元确实不是一般的冤大头。你看上面竟然带了一个苏维埃的钢戳，这不用烧，这一看就是银的。还是你眼力好啊！那个金店的师傅就想验验是不是银子，我看他不懂，我直接拿着银元就回来了。说实话啊，无论啥样的银元，绝对是不能用火烧的。这过火一烧，它这个边齿啊容易变软，壁面的包浆很容易就毁于一旦。但是我看你这个压力并不是太好，也不是一眼开门的东西。这银元是哪来的？这是我老公家里面传下来的，因为太过贵重了。我公公他年前才给我，100万以上的价值。如果是真币的话，这绝对是几百万以上的东西。你看你这个苏维埃的钢戳，打得非常工整，本身这种币就少见，这状态绝对是无敌。老板还是你识货。我以为我去金店卖能卖个好价钱嘞，没想到他们都给我按银子收。那按银子价钱肯定是不能卖啊！一块银元才26.8克，你现在国际大盘银价还不到6块，银元的含银量在9银1铜，计算机不算，对吧？这一块银元才100多块钱。不就是你说的那样吗？我以为他们要给我100万嘞，结果他一烧，最后一问要给我100块钱。这个术业有专攻，你卖银元去金店啊，只能说你去错了地方。一般金店的师傅都是要过火检验，才能确定真银啊万无一失。那个过火就相当于是他们的眼睛，而这种银元一过火融化，基本上就相当于是报废了。因为无论什么样的银元都讲究一个完整无损，幸好啊你这反应及时，不然这一个苏维埃啊就毁于一旦了。要不是我家里面缺钱，说实话我也不会卖。品相就这样，你看能给多少吧？说实话，你这个苏维埃品相非常好，尤其是它这个钢戳，你看一下它这个力度非常不清晰。为什么我刚才说这么好品相，最少得好几百万了？就一个字，烧。当时这种苏维埃大头啊，是在苏区，我们红军就是为了保证我们的经济实力而特别打上去的钢戳。但是很不巧，那时候的国民党收缴这种银元之后啊，全部都回炉重铸了。当时打击啊也比较严重，所以在当时几乎找不到这种银元。所以你搁现在来说，就收藏就比较贵了。幸亏我公公传下来的有这么一块银元，不然我得奋斗多少年？这100万可不是个小数目啊！那100万对于我们个人来说，确实不是一个小数目。但是我不认为啊，你这个银元它是家传下来的。这咋不是家传的？你别乱说啊！首先，你看咱们河南周口并不是过去的苏区，然后你搁这个银元嘛，你看各方面整体压力都不行，壁面压力不够，你包括它这个边齿太规整了，从头到尾都一样。因为冤大头它是最基础的银元，所以真假啊，我是一眼能区分出来了。还有苏维埃这个钢戳，这个戳打了呀，就像印上去似的。因为过去打戳不比现在，都是人工砸上去的，所以这个力度分配的实在是太均匀了。通过以上3点啊，我个人看你这个应该是真银假币。你啥意思？你不能说我品相好就是假的呀！人家金店师傅还过火嘞，你不能上来都胡言乱语啊！这个胡言乱语也好，给你过好也好，你这个苏维埃大头基本情况就是这样。这个你可以给这个现实中的这银元做一下对比，你看一下这压力，前后，明显这个区别还是很大的。你这个银元啊，具体哪来嘞？你最好是去求证一下您这个老公公，或者说你拿着这个银元再去找其他人看看，你就知道这是不是这个家传了。我谁也不问，反正少100万我不会卖。你休想骗我的银元，骗是不存在的。给你再找其他人看看，啥东西拿出来看看呗。啥东西啊？来，你看一眼咦，你看看呗。这是俺一个舅，他给那个乡里收完了。搁乡里收下来了。对，他也不是说专业收来，他是下乡里面干活去了。干活去了，然后看见人一个老头拿了一个这东西，他老头说的，他爷爷，然后给家里面经常就是吸烟的时候，烟色盒装烟色了。对，装烟色了。然后这里面还弄了好些这个，我知道小硬币小硬币。这一看，这都是个老来的。一看过去了。那你这个东西咋说嘞？你看过去也都是几十年呗，对不对？你要玩那几十年
80年这个样子。在时间长也也没有了，是吧？但是看到是个老东西，你看是吧？那就也喜欢那些东西，然后过去人抽烟都是烟丝儿，对吧？对，他们有现在那卷烟带锅里嘴，哪有这种哎？对，那时候穷人啊，那时候穷人你知道咋弄吧？那烟丝都用那个小布袋，对，有布做的，对，但是有点钱的人呢，有讲究的都有讲究的，他拿个这，拿这装烟丝，那是好嘞，这往那边一弄是吧？对，洗，还有它的这个名号的永兴，这个东西咋说嘞？这个东西不值啥东西啊。但是是个老物件。老物件，跟你说也是近几十年的东西。你想那啥吧？我这看管不管换电动车之类的。换电动车？那有点勉强。那时候俺舅我的收来时候，可是都给他，那10来年头的那都是给他100-200了。你光说，只有那长时间了。那你现在也都是这也都是这呗？那不高了不中。你电瓶车我跟你说，顶多换一个轱辘呗。那现在我觉得你换轱辘那。弄不了吗？弄不了，那算了，我再找其他人。那你只有再转转了啊，再转，给不了那么高。好。我感觉我像做梦一样啊，这个是波浪的发财。你看看这么大的金锭，我1000块钱都给他收来了，轻松了。哎呀，你这个金锭看上去确实挺大的，上面写的是50两。这如果是真的，真让人能发财。大爷，你这1000块钱收来，你感觉会是真的吗？那必须是真的。我都激动了3天没有睡好觉了。而且还不是现在的黄金，你看看。那你看上面的落款，乾隆3年铸，乾隆3年至今，那将近300年的时间了。一般带有金库字口的都是属于官锭，你放到过去这么大个的金锭实属罕见。如果真是黄金，又是古董金锭，谁会傻到当破烂卖嘞？他也不傻。卖给我金锭那个年轻人啊，他喝的醉醺醺的。喝醉了。我再说你2句啊，你放平时人家喝醉了，你还去收人家的东西，你这种行为啊叫做趁人之危。但是你这1000块钱收来，这还不便宜啊。我感觉我可没做错啊。他张口要了800。我看他醉了，我又多给他200块钱了还。一般收破烂价格都是越低越好，你这还多给200，当时应该是感觉有利可图。但是话又说回来，一个年轻人他不可能有这么大的金锭啊！难道你没想过这是假的吗？不可能是假的。你说的几个问题，我都考虑到了。从他的打扮来看，那个年轻人应该是富二代。这黄金黄澄澄的，怎么是假的呢？我以前做过这个梦。这个黄金本来就属于我的，应该。大爷，我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我说啥，你可能都会质疑。你做梦那都是虚无缥缈的东西，做梦和现实反差很大。即使他是一个富二代，你想想，人家会为了1000块钱卖掉价值几百万的金锭吗？这是第一个不可能。第二个，并不是说黄澄澄的它就是黄金啊，有没有可能是镀金呢？不可能镀金。这我偷着沉甸甸的象金子，我都用称过了。整整是3斤整，这是一次。我绝对不会捡大漏的。哎呀，那咱的其他的不多说了，就来说你这个3斤的重量哈。过去1斤是16两，1两折合到现在是37.3克。你用计算器算一下，37.3乘以50，结果啊就是将近1900克。你这称了3斤整才1500克，从重量上来相对比的话，足足差了300多克。所以从重量来说，它就错着了。重量有误差，毕竟这都是几百年前的东西，这都很正常。不按重量，我不按古董卖给你。古董不古董先不说，就单说黄金，因为黄金的密度啊比较重，光看你这个锭子大小的话，3斤重量肯定不够。是黄金的话，你少说也得5斤以上的重量。第二，黄金它不会褪色，你看你这拿过来了，这很明显，你看这边上，尤其是边上，这都褪色了。这说实话，这不是啥黄金。大爷，你这发财梦该醒醒了。你别看边上，你光瞅它的缺点嘞这黄澄澄的不是金，是什么东西？你说？大爷，你这话你是自欺欺人啊！这里边泛黄，可能是颠镀一层类似黄金的涂料，确实不是黄金，更也不是什么古董。你光看字打的乾隆3年，又加炼铸金50两，这上面的字体，这都是蒙你们不懂的小白类，这哪是啥古董这字体啊，这一看都是电脑体。
其实这种东西啊，在我们行内被称为一眼家，属于现代的工艺品。大爷，你这1000块钱买回来，可是1000块钱彻底打水漂了。恐怕你当破烂卖的话，估计你也卖不了几个钱。你说的话我咋不中听呢？你这个机灵，你这个不会有100万，我绝对不卖给你。哎，我感觉你应该是，你年轻，你不懂啊，这里头的事儿。这个认知啊和年龄无关，是真是假，你多找人看看。你也别激动了3天不睡觉了，收个破烂，偶尔捡个小漏可以。像这种发大财的大漏，你就不用想了。你之前就是再做梦，它也不可能是真的。像这种东西啊，时间能考验一切。你能放个1年半载，估计到时候它这个本色啊就该露出来了。来，把今天赶紧还给我。好，你给我多少钱都不卖给你了。好，你说话带给我气死了。滴滴噔噔噔滴滴滴，这心情非常开心啊。给我看看我这个东西吧。一块音乐，这是在哪弄的呀？哎，在哪弄？怪给你说起来，怪很奇怪啊。这个搁那个老柜里头，劈柴火劈出来的。这个老贵给哪弄的嘞？俺那邻居你也都有钱有条件，没在那县那的装饰柜。咱破柜不要了，给我了，叫我烧火嘞。我一劈出来，搁这叫我洗完了3天3夜没睡着觉。你看咋样？这是属于意外得来的啊，意外得来的。你说实话，在老柜里边，我看看顶上啥字儿，看啥意思，我看不懂。好，这是一块音乐啊。暂且不讲啊，你在哪里弄的？我们先说说你这块音乐。你看上面写的有啊。甘肃生造，注意说明这块音乐产自那个甘肃造币厂。甘肃造币厂在当时做出来的音乐比较多，像我们常见的袁大头系列、甘肃大头系列，都是来自这个造币厂。因为甘肃系列的名誉品比较贵，所以我们行内经常开玩笑说，只要这个音乐来自甘肃，压根儿就没有便宜的。所以你现在就是跑到这个甘肃的大街小巷去看一看，那边开古玩店了，就像雨后春笋一样遍地开花，为了就是收到一块值钱的银元。话又说回来啊，就是因为甘肃造币厂做出来的银元有限，所以甘肃版的每一个系列都不便宜。而你这块银元啊，我之前确实没见过真币，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这个发行量太少了。其实当时那个造这块币的时候经费不够你就包括那个四川鲁币，当时在甘肃造币厂做出来的，除了第一期的含银量高一些，其他的含银量都要差很多。所以当时就是因为这个经费问题，这块民国17年，孙祥银元就停止了。严格的来说，当时就发行了极少一部分，流到民间了也是寥寥无几。你就包括我们正常开店的来说啊，实话实说，你见到这一块银元就跟做梦的差不多。所以它这个价格也是水涨船高，在某些拍卖会上能达到6位数之巨，这就是这块银元的行情。你看我说那么多了，不知道你听完是一种什么感受？哎呀，6位数啊，对，这我喜欢嘞啊！别说数数，别说6位数，2万块钱我愿意啊！6位数是多少来乱嘞？我都满意的不得了了啊！给个2万块钱都心满意足了。这挺意外带来的东西。那是嘞，这是在那个箱子里边加成找到了，也算是意外。这要价不高啊，这说明你比较务实，能够看得开是一件好事情。既然你要求不高，我就坦诚不公的说说你这块银元。首先啊，我这个拿到手的第一眼啊，我就感觉它这个做工很差，差在哪里你也来看一看，这个边齿很厚。这因为这个银元啊，它是26克多，对吧？边齿做那么厚是不对的。我们前面说这块银元只适量做了一部分，这个壁面啊，按理说应该是深打才对。你看这面的这个蒙古纹，你看这没有流通，这基本上都磨平了。背面的榫项也一样，也是弱打，这就是壁面的差别。再有就是它的材质、包浆、边齿，都是不行的，只能算是现代的艺术品。说句不好听的话，像你这块银元买也可能也就几块钱而已。只能当个小玩意儿留着了。你说的那不是真正品呐，不真品呐。那你实话实说，它就是假的，一眼假啊，假都假吧，反正我也不是我没的，我是这意外带来的东西，假都假吧，算了吧。我感觉啊，你这个脾气实话实说挺好的，懂得知足常乐。其实现在有很多人啊都比较浮躁，
只要是看到这样的大针，无论是在哪里弄的啊，都认为是无价之宝。有些人啊，甚至花几十块钱在地摊上买的，都自认为捡大漏发大财。甚至有些人矢志不渝的去买这些艺术品，拿回家当传家宝，这确实让人挺可笑的。不过反正你这是意外得来了，你又看了特别开，对吧？你反正留着当个小玩意儿自己玩吧，当玩意儿玩吧。不值钱，好，自己玩吧，自己玩没啥问题。好，是一块假东西，好，走吧，好。俺家组成一块稀少的舞台音乐，都这个是吧？多少人为了他踏过俺家的铁门今天想请你长长眼。你还真别说，如果我知道恁家有这一块啥的音乐，我也会踏破恁家的门。确实是一块五彩宝浆的这个音乐，而且还是一块水龙医院。这种水龙是样壁，平时比较少见，我也是第一次见。那你拿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了，千万别摔着了。10年前有人用这给我换一套别墅，我都没有犯，现在我是急用钱买房，所以才拿出来了。放心吧，一定不会给你磕着啊！准备变现买房子。10年前有人用别墅换，你咋不给他换？你现在拿出来卖了也是买房，这感觉很戏剧性啊！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想法，知道吧？过去家里有房子住，现在我自己当家了，我感觉还是顾着眼前了。你说的也是的，看你这个年龄啊，没有房子也不好娶媳妇儿。哪是了？这个是水龙医院，严格的来说，它是一枚样壁，它这个纯实量特别少。在我们行内啊，这种水龙医院被称为宣2，也就是宣统2年设计的，由奥地利制币厂制模。模具成型之后啊，也就简单的做出来一批这个样壁吧，并没有公开发行，所以说它这个纯实量特别少，因为没有流通过，所以市面上根本见不到这样的音源，物以稀为贵。历届这个拍卖会上啊，就像这样的这种音源是非常稀少的币种，好品相呢基本上都入那个皮盒了。像你这种包浆又是五彩的，币种又那么好，如果对的话，价值确实不可估量。老板，我就是喜欢听你说这话啊。本来我是想着小县城买套房，俺家算了听你这样一说，看来我要去省城买房了。你严重了，我就是简单的说说这个好品相的水龙医院的前景。年轻人有梦想是好的，想真正的融入这个高质量的生活还真的不能指望家传的东西。尤其是你这个医院，虽然说我是第一次见这种币种吧，但是总感觉你这块币哪里都不对。总感觉他去省城买房有点尴尬呀。老板做生意格局一定要打开。我看你的为人也比较正直。这样吧，我把佣金给你到1/10感谢你的信任啊！你这个佣金确实挺高的，一块高端币1/10的佣金确实能让人发财。但是既然你这样说了，那我就简单的说说我的这个真实看法。走。这样的一块水龙医院我确实是第一次见。首先就这个五彩包浆来说，说实话看着有点不顺眼。五彩包浆它是一块银元的这个脸面，你这个看上去不够自然。样壁通常它这个模具都是全新的，应该是深打，你这个没有流通，看起来更清晰，但是看壁面的话弱打，边齿压力不够，太过于规范，所以综合而言看哪都不对。唯一对的就是它这个重量，应该是真银假币一枚，所以你变现只能说是不值钱了。老板，你不要欺负年轻人，知道吗？这东西在家里放几代人了肯定不会假。还请你再多看几眼，把关。说实话我就是再让我再三确认这东西也不对，就看这个包浆嘛。这东西确实是新铸的，时间不长。你别说放几代人，你说实话1年的时间都不到，因为你这是家传的东西。我建议你最好回去问问那家里边人，他到底是跟哪来的。我还是背着他们拿出来了，没想到不劳而获那么难。我就买个房子，怎么那么多事儿嘞？这个世界上说实话没有不劳而获的东西。你要想真想发家致富完全不能靠这些专门闯道，要想过好日子还得靠自己努力奋斗。东西还跟那家里边人拿回去，说不定他们就是买过来玩的。那我还是回去再问问他们吧。再问问。老板，我100块钱收了一个开德的，但是用吸铁石吸不动，吸不动。你看值不值2000块钱？你这猛一看外观，确实和铁疙瘩比较接近。
这外边都有锈了。如果真是铁块的话，2000块钱恐怕没人买吧？对了啊，我感觉也不是铁，不然的话，那一个老头这个工人他光给我2000，哦，这里边绝对有大文章。既然用吸铁石吸不住啊，这说明它绝对不是铁。你看上面刻的还有字，而且它这个造型呢是中间窄，两头宽，形状有点弧形，拖着重量大概有12-3两，而且你这个底部啊还有蜂窝，这个应该是12两半的银挺。没有12两重量啊，用我的称一称，只有9两重。这重量啊，说的也差不多，跟你差不多。有差异很正常。现在的秤和过去的秤不一样，1两错着重量的，现在1两50克，过去1两37.3克。按你说的9两重，应该就是过去12两半了。重量咱先不管它，我这100块钱收回来了，现在人家又给我打电话又卖了，你看啊，这2000块钱，卖这2000块钱卖，你说我现在我。没办法，咋就办法这个事儿？那既然人家不卖，把东西完璧归赵还回去。虽然说你能，对吧？有人给你出2000，能赚1900，但是你也不能因为这1900给人家卖家生气啊。都是那个退休老头叫曹二货，他认识卖我东西那个人，不然他咋敢给我打电话呀？这事儿。那既然事儿已经出来了，你就给人家好好的协商一下，因为你这个并不是什么铁块，我刚才就告诉你了，这是银挺。你看它这虽然说生锈了，但是它这个锈生的呀明显不同，铁生的是铁锈，而你这个明显是包浆。咱说句不好听的，你即使卖破烂卖银子，也不止给2000块钱吧？那你说卖破烂的话，这7两多了银子能管卖多少钱呢？因为我没有卖过银子，我也没收过银子。我请教你一下，你说说。请教谈不上，这个银子现在大盘价按6块钱一克来算吧。因为你这个是过去的银挺，它的含银量在98%以上，卖破烂的话大概在2500到3000左右。但是你这个银挺好歹是完好无损的东西啊，你像平时收一个好用的东西，它也不能按破烂价来卖吧？那肯定的了啊！我一个能用的东西，肯定是一个好价钱的，对不对？啊，对，这难道不能卖钱？还不成吗？那你说句实话，你看现在的旧银子卖的话，这东西确实是一个银价而已。现在银子不值钱，但是你这个很明显是有古铜属性存在的。一般像这种中间窄、两头宽的银挺，大多数啊只有南宋时期，才有这样的器型。通过上面的字口，你可以看一下，霸节，霸南节玺，这是银号的名字。吴良辰，这说明是指定的人，这个麦器银，也就是当时上交的官银，因为当时宋代啊有12两半的这个重量，这个年代距今已经很早了，所以说你不能按银价来算了。字口说实话也是非常的清晰，保存的比较完好，整体吧有一点流通痕迹，很正常。你就按现在晚清那10两的锭子来估的话，对吧？字口清晰了都过完了，而你这个又比10两的重，年代又那么久远，依我看啊，现在也就是1万多的样子吧。那真顶1万多的话，那我肯定不会卖给2000块钱卖给那个老头了，那是，还不如卖给你香的，对不对？你这个锭子我真要不了，因为你们仨现在有纠纷，像你说的主家不愿意卖了，毕竟好歹这个锭子是人家的，你出100块钱买回来的价格和这个行情价明显不对称。你先别算能赚多少钱，别因为这个东西啊，你和别人闹了不愉快。我忽悠你嘞，人家根本没有说不卖。我也就是想套套你的话。那是卖的人多多。我这东西不显得些贵，是不是？对，说实话，100块钱买回来的确实捡大漏。你也不用给我玩心理战，回去把你的这个纠纷啊妥善处理好。这个东西啊，永远都是好价钱。你问问事，先别着急出手，说不定以后还有个好价钱呢。行，先谢谢你啊，老板。好，没事。老板，你看我这2万块钱给这个老厂家这边，是买了3块银元，我感觉这次能挣一笔。2万块钱买3块龙洋，这如果对的话，就单凭这个飞龙，你确实是捡大漏了。我都规划好了啊，这次如能挣钱，我都准备弄个大本开开。你先不要激动，你这3块银元啊，看你这个北洋，这是一眼开门的品相很一般。另外一个大清，这都已经平气如何了。也是带酱菜包浆，唯独就是你这个飞龙，这看着不是太舒服。既然老厂家卖给你的话，咋可能
那便宜了。你看你也觉得便宜，对，我都感觉太便宜了。直接我都没多想，把钱给人家，我都扭头走了。主要是你这个飞龙无伤无戳，也没啥大壳，所以单听你买的价格上来说不太真实。主要他加了急用钱，刚开始给我要10万，我看他确实着急卖，直接给他砍到2万。我不说你砍价砍的有多厉害，就单说一个老厂家，他要出手一块飞龙的话，张口要10万的价格也不对啊。你更何况2万都不到你买回来了，价格确实便宜，关键还是一块裸臂，你竟然给他拿下了。裸臂咋来？我是综合考虑的你看他这个大厅，我都对比官网了，和官网一模模一样。对，这个大厅确实没问题，100年酱菜包浆，你就是不对官网，这也是一眼开门的东西。还有另外那一块北洋龙，当时我买之前我看着也没问题。北洋龙也确实没啥问题，这种笔面这都是一眼开门的东西。先不说它的品相咋样吧，就单看字面这一块，这上面的包浆都已经入股了，正儿八经的酱菜带绿锈。这种状态说句不好听的，你连照家都照不来。说实话，就看你这个飞龙，我咋看咋不舒服。你别看着它不舒服我还指望它给我挣钱嘞。你给我看看这3块银元，能给我多少钱？以我看的话，你这3块银元只有北洋和这个大清这2块整体看的话，差不多也就是1万块钱吧。那相当于我这飞龙是1万块钱买的。对。你实话实说，他着急用，我能捡多大漏？我感觉无漏可捡。首先，像这种原相飞龙，在过去是属于纪念币，真正的发行量并不大。你这1万块钱买的话，价格和银元极其不对等，它这个品相并不差，即使上面带几个戳，你1万块钱也捡不来漏。然后就是你从老厂家手里是可以买到好东西的，但是也没啥漏可捡，因为老厂家他们玩银元的时间，它不是1年2年了。他们有很多经验在里面，认识的人也比较多，几十万一块的飞龙，咋可能1万块钱卖给你呢？他们有时候也急着用钱，我看出来了，他确实着急用钱。急用钱有时候会不会是幌子嘞？你看他表现的是急用钱，他看你想捡他的大漏，就你这个飞龙，首先从包浆上来看，说实话，它并不像你看这种25年还有这个大清的包浆。它包浆并不是一眼开门的东西，再看它的壁面压力也不行，再看看它的边齿，尤其是它这边齿，说实话也没啥压力。这我看着说实话咋看咋不对。你这1万块钱买回来的话，我感觉我个人感觉你这1万块钱很难回本。我看你这个飞龙是个假家伙。假的不可能。你是不是想忽悠我嘞？没有。捡我的漏嘞？没有。说实话，你是想多了。一般像那种包浆怪的银元，别说我捡你的漏，你让我买，我都不买。即使你拿一块飞龙过来，说实话，你不是评级币，我的客户他也不会去掏钱去买这种裸币。大概情况就这样。你说实话，你这银元，我感觉应该是老厂家给你上了一课。我感觉是这样。那我再找人看吧，说不定能发财嘞。那你只有再找其他人看看，祝你梦想成真。好。老板，我让你看一块东西。一块银元。对俺这个朋友是真的不地道。他结婚的时候，我给他随500块钱的礼。这前2天我结婚，他从他家里给我拿一块这给我了。这是遇到啥事儿了？他结婚的时候，你看我给他随礼随500块钱，这可咱这也算多了吧，对不对？那是500，在咱这个小城市结婚随礼算不少了。一般礼尚往来、人情世故也都200块钱，只有关系特别好了呀才会随500。看来你们俩也算是多年的好朋友了。对呀，我把他当朋友，他这怪好。不但不给我拿钱，从他家里边拿一块破这银元给我了，还说以后管当传家宝。你这个朋友能从家里边拿出来这块银元这说明他家在过去应该是地主不然不会拿出来一块银元送给你。至于你这个说了结婚没有给你随礼，却给你送了一块银元，你感觉这块银元还不如这500块钱？那肯定不值500块钱以前俺家有银元，几十块钱一块都卖了，都不值啥钱。
几十块钱一块卖了。这说明那时候你卖银元的时候应该时间长了，最主要是你对银元还不懂。我先来给你讲一下，你认为这块银元不值500是低看了，最主要是你对银元不懂，所以才会对你这个朋友啊有误解。这有啥误解？他都感觉他家里面有银元，俺家没有，就拿这专门气骂我嘞。那你认为这块银元能值多少钱呢？值多少钱？这一块银元，这么大一点银子，那商场里面卖的那银肉不才10几块钱一颗吗？这最多2、3百块钱呗。你不能这样算，你这个按银子算的话，它确实是不值啥钱。感觉你给他随500，结果他送给你一块银元，也就值2、3百。这事儿说实话，放谁身上是越想越生气。还是那句话，你对那朋友有误解。首先给你吃个定心丸啊，这块银元啊是一眼大开门，壁面非常干净，属于传世宝奖。像那朋友说的那样，适合当传家宝。银元谐音姻缘，你看结婚、嫁女、接物高粱都讲究送这个。说实话，送这个要比送钱更有传承意义。因为银元啊是不可复制、不可再生的东西，是越来越少。你想一想，以前恁家里边也有，因为这个种种原因能把它卖了，是吧？对啊，那时候才卖了几十块钱，而现在的这个银元啊，已经是今非昔比了。你的这块是属于大清玄山龙阳3剑客之一，是目前这个银元里边啊最热门的币种之一。你说你现在按银价去买的话，你这个把咱这个城市啊翻一遍你也买不到。大清玄山呢有3个版，深版、浅版和阿后点。你这块你看银字出头，然后这个是属于双眼皮，云啊也出云了啊，这是属于典型的深版。因为银元在过去啊，它是属于这个流通货币，有少许的这个流通痕迹啊，也都属于正常。我看你这个地方，看这咋摔了一下。是的呀，我想着它又不值钱。昨天我都有点生气，从盒子里拿来的时候摔了一下。摔了一下。这个银元能值多少钱啊？和它的这个状态密密相关。别的咱都不多说，就因为你昨天生气啊，摔了一下，就这个地方，我可以负责任告诉你，你这一下子啊，损失2000块，相当于2000块钱没有了。2000块钱没有了，那这块银元到底管值多少钱？那值多少钱？就目前你这个状态的话，我给你看，6000块钱完全没问题。6000？对，你可别开玩笑。我不开玩笑。这既然看你那么专业，我正好急用钱嘞，6000给你了。给我。对，完全没问题。你这块银元，说实话，6000块钱，我能捡个小漏。实话实说都是这。捡个小漏。对。那看你真想要，那还是算了吧。毕竟俺朋友给我的，现在卖了也不合适。那是嘞，确实，这个朋友送的也算是一份心意啊。如果说你不缺钱的话啊，最好是也别卖。说实话，你这朋友还不错，可以长时间相处。因为你对银元不懂，有点小误会也算是正常吧。你看你卖不卖？不卖了，那给我吧，我先留着吧。还留着吧。中。这个那朋友不赖，确实不错。说实话，能送你几千块钱银元，比500块钱强。是的，中，谢谢你啊，老板。不客气，不客气。